觉得转身后漂亮。老外被邱建良干趴之后彻底暴露本性，满脸不服的表示要亲手撕碎邱建良，结果起身之后又被邱建良重拳压在栏边，对着脑袋狂轰乱炸。那现在正在出场的就是来自西班牙的巨兽拳王伊萨查迪，身高达到2.01米，可以说是真正的毫无对手。我的拳头专打中国人，只要邱建良敢站在我的面前，我就敢保证亲手打死他。那好，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赛前这个伊萨查迪放的狠话呀，大家也是听到了，真的是太嚣张了，敢对邱建良说出这样的话的，真的是嫌自己活得太久了。那好，现在邱建良一个低扫就把这个伊萨查迪给打倒了。场上白色拳套红方选手就是咱们的坦克邱建良啊，这个一招神龙摆尾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那另一边这个蓝方选手黑色拳套的刚刚被打倒的就是来自西班牙的巨人拳王伊萨查迪。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邱建良的精彩表现。再加上现在他总是喜欢去挑战自己原本不在的这个级别啊，是也是让人看到了他的这个在这个多面发展的多面发展和这个对比赛当中的雄心啊。是有一句话叫山高人为峰，可能现在站在世界第一的状态上来说，邱建良最大对手是谁呢？就是自己了。对，我们看啊，这个刚才为大家介绍过，身高臂展有绝对优势的这个查迪啊，攻击的范围和力量都很足。刚才介绍到了伊萨查迪，他的身高是1.80米，臂展是1.82米，历史战绩29战27胜2负，27胜当中抡拳25次 KO。对，这是刚才实际上查迪是想要去摔邱建良，对，但是要摔邱建良可不容易啊。那可是。现场的观众又响起了热情的为邱建良加油的声音。好的，又是一个低扫。那邱建良不仅仅是这个腿法强悍，而且这个时机掌握的非常好。那刚才我们也是看到，在伊萨查迪抬腿的瞬间啊，另一条腿邱建良就已经踢出去了。那经过刚刚的这几番打斗之后啊，伊萨查迪也不打算远距离拼拳了。他发现自己不管是拼拳拼腿都是打不过，这一下又被打倒了。他只有近身的去胡乱的挥拳，才能有可能多拿上几分，然后击的对方的要害。邱建良漂亮，后手直接打，转身后蹬。好的，前手把对手打退了，跳膝，哇，直接把对手。对，这个因为这个伊萨查迪啊，看到对手进攻很猛，所以主动选择去缠抱。对，邱建良直接把他一个带摔出去。双方可以说一个先犯规在先。那好，现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了，不能说邱建良拿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啊，反正这个伊萨查迪是被打得挺惨的。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回合的精彩回放。吃上亏了。对，看来查迪呢，我们从目前的来观察，眼睛当中的还是对于战斗的胜利的欲望非常的足。对，被邱建良摔了之后呢，也是心中的情绪啊，看来也要起来了。但同样，对于邱建良来说，这场比赛他依然也要顶着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他排名是世界第一。对手跟他打是很占便宜的，输了不吃亏，赢了那就是天大的好消息。对，那现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第一回合伊萨查迪是一点便宜都没占到。那他作为一个2米多高的巨人选手，一般来说都是他去碾压别人啊，这次被邱建良打成这样啊，确实是脸没有地方放。现在邱建良的进攻不减反增，越打越猛伊萨查迪只能是近身的搂抱了。那在伊萨查迪来之前，这个西班牙的官方已经知道邱建良是什么实力什么水平了，毕竟是羽量级第一绝对不能轻视。所以说给伊萨查迪所开出的奖金真的是丰厚的不得了丰厚的都吓人，直接给出300万美元说你只要是赢了邱建良，那这300万就都是你的了，直接打到你的卡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如果说你能把邱建良给打残了那咱们可以翻倍一切都好说。所以说现在的伊萨查迪真的
是啊，这个干劲十足，哪怕是自己一点优势都不占，还是想要去进攻。梁在场上更像是一只迅猛龙，后手摆拳，两种不同状态的打法，让我们来看一看。裁判提醒不要缠抱，邱建良也要打得更警醒一些。对手刚才顶膝啊，威胁很大。漂亮，直接踢到了对手的支撑脚。因为邱建良一直是在换对手，从谢尔西到沙玉郎到最后的伊萨，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当中，对于备战来说，制定战术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邱建良来说，现在呢，在场上我们看到应对的方式还是非常的科学的。转身后漂亮！伊萨还说不是被踢倒的啊，是脚下滑倒的，在纸地上。但是我们从现在看，地上没有任何的水分。对。大家可能看不清啊，我们这个角度是看得最清楚的，一览无余。地板上到底有什么？对。看邱建良的灵活的脚，哇，好的，这下反应非常的快，果然还得是邱建良啊！刚刚这个邱建良马上要用出转身鞭腿了，但是收住了，没有打出去。两个人打得太漂亮了。邱建良今天是遇到了一个火力很猛的选手，所以他也把自己的火力完全发挥出来。哇！连续倒地多次，都是被踢了这个支撑腿。而且这回合两个人都非常乐意于用这种转身的这种动作。从视觉画面上，还是现场观看上，都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裁判再次提醒伊萨不要缠抱。两个人换正蹬。对，说实话，这个残暴他已经是吃了好几。那现在第二回合的比赛也已经结束了。虽然说这个伊萨查迪已经吃了很多次亏，但是他没有被击倒，没有被击败。这个抗击打能力可以说啊，已经是非常强了。毕竟啊，能扛住邱建良腿法的人呢，真的是寥寥无几。中扫，这张这个护头的这一下还是非常的机敏。是。防守报价非常的稳健，高扫，刚才是连续中扫之后啊，来欺骗一下对手，直接换了高扫。但是伊萨的防守也是很严谨。是，我们看邱建良呢，在场上的在进攻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种动作，包括眼神去迷惑对方。伊萨呢抱怨几句，但是你去缠抱对手，对手来打你，那有什么办法呢？是。裁判又次提醒，第二次，对，不要缠抱。后手，高扫，将擦过，漂亮！左右两边开弓的高扫，打身体，连续的打佛上勾，伊萨提膝。那现在邱建良已经开展了他猛烈的进攻。伊萨查迪被逼在篮边一动都不能动啊，想跑的直接被邱建良的拳头给搂了回来。现在邱建良在连续进攻之后啊，给了他一个喘息的机会，回到场地中间站立拼拳了。但是现在的伊萨查迪可以说完全不敢打了，蠢蠢欲动，但是就是不敢出拳。那估计刚才啊真的是被打怕了。右扫支撑腿，在倒地之前被对手又挨了一拳。是，你看这扫了之后有点已经站不起来了。对，这个是有这个积累的伤害的。漂亮！直接击倒了，直接击倒了，是一个前手的平勾。我们看脚下已经发软了，站立，好，勉强站起来，继续。邱建良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对手挤到了绳脚边。好的，还在往里猛攻，连续的前比赛要反击，否则裁判会叫停比赛的。现场的观众朋友已经沸腾了。好手！伊萨这个顽强的支撑能力啊！之前我们说他是4人赛之王，这场比赛果然看出了他这个非常顽强的这种对抗的精神。再来踢支撑腿。
后手哦，又一次被击倒。裁判觉得这是被推倒的，所以没有读秒。是，但是伊萨你看起来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前腿啊，被连续的这个击打之后，显得非常的难以。那好的，现在比赛彻底结束。结束之后，这个伊萨查迪啊，面露难色，和开场前的狂妄自大完全就是判若两人。可以说这场比赛真的啊是把这个伊萨查迪给打懵了，完全了解到邱建良是一个什么样的实力了。那现在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判决结果。那好的，最后让我们恭喜邱建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大家觉得这场比赛邱建良打得怎么样？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那本期视频到此结束，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一期再见。